好，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何静涵说八卦拳外篇。我们称今天开始的是外篇，就表示我们前面谈的有关于八卦拳系统的部分，那个称为内篇。所以外篇的部分呢，我想思考了很久，还是带大家来做一些八卦拳一些基本的练习。一来呢，印证一下内篇之所述。二来呢，也让大家有兴趣的话一起来练练看，体会一下八卦拳对身体的一些身体锻炼的一些要求。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练练这个甩手。我们做暖身的时候有练甩手，这个甩手有7种那么我们一样一样来不晓得能不能在1集之内讲完那么我试试看那么第一个甩手呢我把它叫做弓马步甩手，也就是说它的步是从马步转弓步回马步转弓步这个是步上面的这个步上的动作。那手上面呢手上面是开然后手落下的时候转身变成这样子上手打肩颈之间这个地方，后手呢打在腰所以动作上是这样子，动作上是马步。好，那么在做这个甩手之前有几个地方要强调的。第一个，这个甩手的动力是在哪里这个甩手的动力从第一个甩手到最后一个甩手，这整个甩手它的动力来源都在于手的松落，手臂的松落产生出来的下坠，地心引力引起的下坠，然后身体去跟随这个力量所以不是用腿，不是用腰，不是用肩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练习的是什么？第一个要练习的是，比方讲手提起来，手提起来是肩下沉稍微往前一点点看，手要拿起来，手拿起来是肩下沉，手起来。所以请各位第一个要练习的是肩下沉，手起来，而不是用肩头的力量，不是用肩头。所以你自己摸你这个肩臂之间这个关节的地方，你如果手拿起来，这个关节地方是开的延伸出去的，就是对的。你如果手拿起来，你发现这个关节是收回来的，是紧的，就错的所以第一个你要做的是沉肩，手起来。好，如果这个行了，这个做到了，接下来的是什么？接下来是在这里的地方，肩头放掉，让手自然下落放掉下落体会那个手的重量跟下坠的力所以你如果手是下坠下来的话，手起来下坠打到腿上是有点痛手很重的所以第一个是手拿起来的时候，肩头是下落的，第二个，手落下的时候，手落下是全松，肩头一松，手落下来。好，在松落下来的时候记到身体其他地方都不动落下来只松肩头，只松肩头。
有些人在放松手臂的时候，他用到的部位比较多啊，比方讲他要松下来的时候，他会整个身体，落下来啊，然后他会这样子啊，他会整个身体落啊，这样是不行啊，我们要手臂落，其他地方都不动，站定了。所谓的站定啊，就我说下巴稍微收啊，往腮帮子这个地方提一点啊，顶就提了啊，然后站着落胯，肩椎往下沉啊，这个保持到脊椎的正直了啊，所以当我们在落的时候，这些都不动，只有手臂，看。啊，所以当它落下来的时候，它要打到腿。你在骑马步的时候，它会打到腿，但是它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转身，把腿让开了，让开，它就顺着下来到这边。它自由摆荡的话，它自然会有一个弧度。这个手臂自由摆荡，你看手肘也松掉，它摆荡起来，自然手肘会弯曲。然后呢？落下来的时候，手臂带肩，肩带腰，腰带胯，胯带腿，啊，所以下来的时候它是一个顺序。你转腰，这个手一转腰，它自然会往上打到肩顶穴这个地方，就是颈部跟肩的交汇处，啊，后手呢也是一样，落下来，后手落下来，当一转腰的时候，后手落下来。一转腰的时候，手肘自然会弯曲，啊，自然弯曲就会打到腰。注意，都不是用力的去打，也不是刻意的去打，啊，它是一个自然动作，啊，所以当你自然落下来，重量带动到这边，然后回来呢也是，你看也是自然落，前手。自然落，后手也是自然落。当它自然落的时候，身体转回骑马步啊，所以你看落，所以手臂的动线是从这边到这边，这样子摆荡的啊，这样子摆荡到后面，摆荡，而不是画成一个圆啊，所以不是这样甩啊，是这样甩。然后呢，眼睛往前看，头不要转啊，因为你保持到头不转的时候啊，头不转，你的颈才会动。啊，颈跟脊椎就会放松的动，啊，如果头跟着一起转的时候就没有动，啊，所以保持到眼睛往前，找一个目标。你如果在户外的话，啊，找一个比较远的一棵树啊，一个明显的目标，在你正前方的，啊，就是看着那个目标。就不要动了，啊，落，所以不要急，落起来的时候也是，起来是它自然摆荡起来到一个高度，它自然落下来，摆荡到一个高度自然落，所以不要去控制它停，不要去控制它一定要到哪去，啊。完全是自然，它要落就落，要起就起，所以松，你完全在掌握手臂的重量带动出来的动作，啊，这个是弓马步，啊，这是弓马步的甩手，啊，看，啊，年纪轻的可以稍微站低一点，啊，那脚的部分呢，过来的时候扣，
后腿扣用髋关节啊，尽量用髋关节去转这个腿啊，髋关节转腿。当你髋关节转过来，后腿转过来的时候，前腿啊，髋关节要有一个相对力往回扣啊，这两个力量，两条腿力量才会合住啊，否则当你这个转过来的时候，你的前腿会往外撇啊，所以两个腿的胯都要在这边合，在这里合，用胯去带腿啊，所以是手臂的重量带肩，肩带腰，腰带胯，胯带腿啊，所以是。好，这个是第一个啊，弓马步的。第二个，从弓马步过来，从弓马步是这样子的哈。弓马步这个过来的时候，把后腿跟着力量多过来，变成韩基步的啊，这韩基步的甩手啊，从弓马步。韩基步啊，所以这个手的要领跟前面是一样的，只是腿的部分过来的时候，它的步骤是收往前点，收开收往前点，收开收往前点，好。当步要出去的时候，收的时候，从当收这样收，而不能拖啊，保持到装。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从当开。当你从当开的时候，打开的时候，当之间会有一个弹性啊，会把后腿这个弹性会把后腿自动的拉过来啊，所以看两个腿的力量是这样走的啊，而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走啊，不晓得各位在影片上面能不能看得出差别啊？有收腿之后要维持到当的一个弹性的力量，那个力量把后腿自然的往前带啊。韩基步的啊，除了手的部分之外，韩基步的在练这个啊，所以他走，你看，开始用走的，慢慢熟练了以后用跳的。但是跳不是这样跳啊，而是说开步的时候它收的比较快，是出去的这个腿还没有落实，这个腿出去还没落实，后腿就收起来了啊，这个是等你的这个步踩稳的，你会用裆了以后，就把这个变快啊，这个是韩基步的啊，从弓马步的韩基步的。好，甩的时候也是一样，眼睛往前看。当右脚在前的时候，右肩在前啊，所以腰要转过来，还保持到合住裆啊，右脚在前，右肩在前。落下来开步的时候甩过来，左脚在前，左肩在前啊，所以腰要动，
腰要动啊，看，眼睛往前看，啊，好，这是含肌部的，含肌部的之后，开步骑马步的，骑马步的还是甩，还是利用手臂重量，可是桩不要动啊，手臂在甩。可是不要因为手臂的活动而让桩动了，你看，这样子是桩动了，这样桩动了，你要维持到桩，手臂在甩，桩不动，分出来腰跟胯，就是说腰动胯不动，腰动胯不动。那怎么可以腰动胯不动呢？就是在胯上面要有一个跟腰反方向的力量，维持住你的桩啊，就上身动，上身动，下身不动啊。所以这个骑马步的甩手是在练这个啊，还是一样松落的。要领手的要领都跟前面一样啊，只是这个桩的上面胯上面要有一个维持住骑马步的力量，跟腰的方向相反的一个力量啊。这个是三个前面的3个甩手，从弓马步的马步变弓步，马步变弓步到含肌步。到骑马步啊，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讲这3个甩手，我们下回见，谢谢。